我不会让你活在我的影子里，我会让你发出自己的光。这2天休息好了吗？明天开始，克服你的同传障碍。明天。这是？我找朋友借了这间国际会议中心的同传会议室，这里没别人，就我们2个人，而且这也不是高翻院，没有人认识你，所以你不要压抑你自己的感受。翻译过程中有任何的不舒适，让它尽量自然流露。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才能对症下药。不要紧张，这又不是正式翻译，出错也没关系。坐下吧。别紧张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我关门了。怎么了？我不行了，我已经开始心慌了，我还是出去吧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家人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今天必须迈出这一步。把耳机戴上，简单操作，我来发指令。先不要管准确率，把你听到的说出来。La coopération entre la Chine et la Suisse profitera non seulement au pays, mais au monde entier, a déclaré le Premier ministre chinois dans son discours jeudi à l'occasion du sommet économique sino-suisse à Pékin. 中国和瑞士之间不仅仅你可以的，别想别的，把你刚才听到的说出来。总理在北京。小飞，真的不行。我觉得我真的进不了同传间。没事儿，啊，我们一块想办法。没事。喝点汽水，定定神。我算是见识到了，你还真是怕这个箱子。刚才我看你气儿都喘不过来了。我没骗你吧？我还真希望你骗我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你能告诉我你心里的感受吗？什么心理的感受啊？因为我觉得你在同传乡里，不是生理过敏，是心理问题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走进同传乡里，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就是觉得很紧张，很害怕，越想越害怕，甚至还有缺氧的感觉。缺氧的感觉？不应该呀。
你刚进铜川乡的时候，我观察了，你没有缺氧的迹象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再来一遍，我给你量心跳。佳阳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再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做不到啊！我尝试一次就失败一次，我真的不想在你面前一次又一次承认自己的失败。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。我克服不了，我就是进不了铜川乡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作为你的导师，还有你的男朋友，告诉你，不可以。就这么点困难，你就放弃你翻译官的理想了？不可以。别怕，再来一次。你就当你这辈子再也不坐铜船了，只是进来玩一下。不坐铜船了？就这么想，你只是来参观黑匣子的。咱们慢慢走，每一步都慢慢走。告诉我现在你心里的感受，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？还可以。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，随时告诉我。先坐下。佳阳，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受不了铜川监里的一切。先别着急，先别着急。这样吧，咱们先想办法克服掉你的视觉障碍。跟我来。小心脚底下。带我来哪儿啊，佳阳？我带你来训练室训练铜川。这是椅子。好，坐好。戴上耳机。我现在放资料。中国常驻联合国瑞士办事处以及其他国家组织代表出席。5分钟的铜船量完成的非常出色。我在铜船监，我完成了翻译工作。我早就说你没问题。你的心理障碍不是铜船，是这个铜船监。那我以后铜船能不能都戴着眼罩啊？当然不行。真正铜船的时候，你得随时看着搭档的嘴型，随时要做好准备顶上，还要看紧急资料。就算你戴着眼罩，谁扶你进铜船箱啊？你这不是给搭档制造负担吗？所以我说我还是不行啊。谁说你不行了？咱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步。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，铜船箱里的视觉呈现是你心里的障碍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要找到是哪一部分。其实铜船箱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铝合金板搭成的。你是不喜欢它的窗户，还是不喜欢它的门？没有啊，不是啊。那是，我们来想啊，你从外面进到铜船间，关上门，插上插销，然后坐下。佳阳，我坐在这儿，看着前面一排一排的座椅，我就觉得特别紧张。
座椅。你是觉得你在大会场翻译会紧张？你不应该怯场的呀。不是，就算我现在坐在这儿，座椅上没有人，我看到都会觉得很难受。咱们别着急，一步一步来。困扰你这么多年的问题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解决了呢？咱们再来。你慢点儿，你快点，来不及了。急什么呀？哎呦，我这大小姐啊，你可来了！你知道傲天哥帮你躺了多久吧？这女一号庄甜甜都在等你。他是女一号，啊，他没生我气吧？你一个女二号都迟到这么久，他当然生气了。还好他不敢生傲天哥的气。哎，你呀运气真好，有傲天哥罩着你。赶紧去定妆吧，我们这个是年代戏，要定好妆用在发布会上面的。快去快去！哦。傲天，天怡来了。哎，甜甜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位是我的师妹，你有我的姐姐。甜甜姐你好，我看过你的戏，可喜欢你了。谢谢，这妹妹人好可爱，傲天哥这样的人戏一定不错。什么戏挺好，看是因为人太好。去化妆。化妆。哎，化妆。看，一看小白脸，蓝眼泪；这一看我，死鱼里瞪。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受益，而且惠及全世界。中国总理在中瑞经济峰会的演讲中如此宣布，该会议本周4在北京进行。OK， 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了，你就是不能看见会场，这个问题好解决。可是同传怎么能不看会场呢？我要关注发言者的反应啊！你看，你又着急了，一会儿脆弱到觉得自己根本进不了同传箱，一会儿又想马上解决问题，哪那么好解决啊？哎呦，那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啊？切勿急躁，我是你的导师，我都不着急，你着急什么呀？田主任，接啊。喂，田主任。派出所。哦，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的。那明天院里见吧。田主任再见。是上次咱们俩误会的事儿吧？你知道啦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有人给高范院写了举报信。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当然要先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呀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影响你进同传箱的元凶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解决你心里的障碍。至于举报信的事嘛，赶紧去找田主任解释一下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样一转正啊？这么麻烦啊！好事儿多磨，别担心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田主任那儿。走吧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喂，怎么样？这真有点亮瞎我眼的意思。这小脸儿，得抹了2公斤粉吧，都能砌墙了。还有你这血盆大口，
有蛇精头的，想吃葫芦娃呀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民国装扮，大红唇那叫复古，知道吗？为了整这么一桩，我从早上弄到晚上了，我容易吗我？看着是挺累的。哎，那什么，晚上吃饭去？你去吧，人家约了傲天晚上去他的房间，他点了大餐。哟，还订个大餐？那你还上赶子送什么外卖？你有病吧你？说话那么难听。我可不有病吧我一公司老板给你当助理。我走了，别等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你还得送我回去呢。有小白脸吗？你解约，一定得给你解约。主任，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，来上海这么久，就因为这次误会进了派出所。后来警察也调查清楚这是误会，就放我出来了。主任，我也是当事人，我可以作证，乔飞说的都是真的。写匿名信的这个人就是在嫉妒他，无中生有，就是想污蔑他。如果是这样，放心，高翻院会查清楚的。真的是误会。如果院里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公安局调查，就知道我没什么可隐瞒的。真的吗？乔飞啊，请你来解释举报信的事儿，不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你，而是需要对高翻院的正式职工的人品素养有一定的了解。正式职工还没听懂啊？转正了呗？恭喜你啊！这回啊，要求特别严格，层层筛选。陈家阳他们组只有3个实习生转正，你一个，杨艳一个，吴明一个。真的，我们都在一组啊？对，今后你们和陈家阳、李雷、韩梅梅在一起，今后的工作任务啊，交传和同传并重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哎，家阳，我问乔飞的又不是问你，现在他不是你的实习生了，是你的同事了，得尊重人家的意见。同志，表个态。乔飞啊，交传同传并重，你有信心吗？主任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我们高翻院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新鲜血液。恭喜啊！恭喜3位新同事加入我们的团队啊！过5关斩6将不容易啊！实习期间呢，你们跟他混得很熟了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。说件事儿啊，关于有人举报乔飞认为他不应该通过审核的事儿，院领导对举报内容进行了核实，结论是不属实。具体情况我们的网站上都有通报的。下面请陈主任给你们交代一下啊。第1条，工作第1年，主要提升业务水平，不许出去接私活。其他的我想到再告诉你们。小飞，把会议录音整理出来翻译给我。你们2个把这些翻译完，互相校审过以后交给我。我们怎么做？吴明，你坐那儿。杨艳，你坐他对面。小飞，
金宝，你看，经调查了解，有关转正人员举报金不属实。这不就是指的是乔飞吗？嗯，你说这诈骗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啊？我也是通过好几个人从他学校打听的，说那个他打工的时候陪客人出去了，然后就被抓了。你说那还能是什么事儿啊？要不，金宝这样，你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我仔仔细细说一遍吧。不是，时间太长了，这可能都记不清啊。我提醒你啊，我可以提醒你。当时我想见见这个女孩，我就打电话约了她。后来呢？阿姨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跟高佳明，我们真的不是恋爱关系，我们没有在一起。啊，那不是恋爱关系就更好了。乔小姐，我知道你很优秀，尽管你这么优秀，但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两家相差的距离是不是太多了些？我们佳明他现在头脑发热，感情用事，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件事上一定想清楚，清醒一些。阿姨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您，请您相信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不好意思啊，喂。好，我知道，我这就过来王医生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跟你说，我有急事。金宝，金宝啊，佳明和那个女朋友的事情，你帮我去解决一下吧。佳明呢，挺在乎你的，他妈妈呢又特别在乎佳明，所以你现在变成了我们必须要关心的了。我来看看你，也是来想了解一下。最近你们家里是不是谁生病了？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？我们家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。一个女孩子，经济毕竟有限。佳明的妈妈是个企业家，你应该知道，钱对她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。叔叔，其实上次我跟阿姨聊的时候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表达清楚了。我跟佳明之间，跟你们家之间都不存在任何钱的事儿。我知道您担心的是什么。我跟佳明只是普通朋友，我会去找他解释清楚的。是吗？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佳明出国几个月了，很快就要回来。我们都不希望他被这件事儿影响。其实佳明对我一直很好，我很感激他，但是我心里压力也很大，我也承受不起。你们是他的家人，也帮我多劝劝他，让他别再这样对我了。那工作时间我就先回去忙了。10万？当电话是银行的你，刚给了你20万。叔叔，行，我现在有事儿，等我回来再说。佳怡，您刚才往我卡里打了10万块钱是吗？有些话说的太明了就没意思。我觉得没什么不能说清楚的，钱我已经给您退回去了，您查收一下吧。退回来了？您钱收到了吧？没问题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叔叔。不是，乔小姐，你等一等，希望你能够理解佳明妈妈的心。没有母亲不想对自己孩子好的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而且我也说了，我跟佳明不是男女朋友，你们也不相信。我反正很快会离开厦门的，我会跟佳明说清楚的，你们放心吧。你要离开啊？嗯。既然你这么坚决，非要分，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必要非要跟佳明说清楚。长痛不如短痛，你以后就别再和他联系了，他自然呢也就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就当一回坏人，把他心伤到底，
康复的也快。您的意思是说让我什么都不跟他说，我就直接走，这样好吗？不，我一看你也是个犹犹豫豫的主。你说你一见面，话一多，你心又一软，你这是坑我外甥啊，姑娘。就算当舅的求你了，你要是不爱他，你就最后的替他做一件好事儿。佳明这孩子吧，在感情上是特别的脆弱，他对你呢又陷得特别深，你不能让他有一丝的希望。听话，姑娘，走。确实给他了10万块钱呢，他答应我以后不再见佳明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不就把你给我钱给他了吗？他说要给他妈垫付医药费。我最终是让他跟佳明不再见面了。我觉得呀，他根本就是在利用佳明。这撒谎的最高技巧就说真话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不就这么干的吗？好着是找过我们也确实犹豫过，但你跟领导这么一说，就变成好多人集体跳槽，就你最忠心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都是同事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要跟郝哲走这件事情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他跟我说了，他要自己去跟领导说，我也答应了会帮他保密。谁也不傻，大面上过得去得了。想懂小机灵，搞职场办公室斗争，玩宫斗。我真的觉得你是那种破小说看得太多了。你要是讨厌我的话，你真的不用这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。大家共事可以，有意见你直说。行了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咱们3个不都转正了吗？还计较这些个干嘛？多少人当着他炮灰啊，第1名。喂，我先撤了啊。我把这档弄完，我也撤了。又喝冰的，我就想清醒清醒。等会儿把这胃药喝了，暖暖胃。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我最后再调整一下这个格式，检查一下单词拼写就好了。我肯定还会再看一遍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前面做的仔细一点，你后面不就轻松了吗？第1天工作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办公室，我终于坐进来了。你不怪我吗？又不帮你说话，还把最无聊的工作分配给你，大家都孤立你，我还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有吗？大家是不是都孤立你了？不是，你别打岔，你是故意的。哎呀，避嫌嘛，我对你只能比对别人更苛刻。我本来以为我进来就轻松了呢，怎么还是困难模式啊？天才模式，适合最有能力的人就是你。你是不是还把最差的位置留给我了？你看他们坐的那么靠里面。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从我坐的地方，可以随时看到你。佳阳，下班了吗？小华，你回来了。小华姐，乔飞也在呢。当然回来了，不然我还一直在机场等了。你现在忙吗？不忙，你坐呗。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哦，那我先回去。那主任，那个初稿，我明天发给你好吗？行，你路上小心啊！哎，小心，别电到。你们俩。哎。哼。
那天我等了你一会儿就先走了，后来你去了吗？怎么不接电话呢？佳阳，我认真想了想，是我太注重形式，太想要一个华丽的开始。可是万一书没寄到呢？万一里面的纸条丢了呢？万一你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呢？或万一你出差了呢？那我们岂不是又要错过了？小华，其实那天我没去接你，我是希望你幸福。既然你已经跟周南结婚了，我觉得婚姻不是儿戏，你们应该好好去磨合。所以那天我才给文叔叔打电话，让他去接你。后来他去接你了吗？那天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爸去接了我。我这人就是没什么耐性，说要等你1个小时，结果等了10几分钟就走了。走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你一直等着呢。佳阳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爱一个人不能错过。对啊，所以我遇到了我不能错过的人，他也不想错过我。我好像错过了很多事。哎，你和周南……他叫什么？乔飞。乔飞？就刚刚离开那个乔飞？你先别跟别人说啊，我们还是保密阶段的。你们不会是玩什么地下情吧？不是，乔飞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转正的。我如果现在让高翻院的人知道她是我女朋友，我觉得对她不公平。我不想让她一直活在我的影子里。佳阳对女朋友可真体贴。爱情的确是一个美妙的东西，能让人变得温柔。好了，我没什么事儿了，我来就是见你一面，告诉你我回来了。那我赶紧去找乔飞吧。那咱们改天见。跑得还挺快。我还可以走得更快。为什么自己走了？小华是可以知道的，咱们不用瞒着他。可能我是习惯了吧。不是说好先不让高翻院的人知道吗？而且每次见到文老师，我就觉得，像他这么优秀的人，才配得上你。我什么都做不好，我连同传都进不了。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自信了？这不是我认识的你吧？我认识的你是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。其实我每次见到文老师，都会有一点小自卑。我就觉得他这么优秀，你又喜欢他这么久，哎，我这么患得患失，我都讨厌我自己。我的傻丫头啊，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在我这儿，你只需要顾及好你自己的情绪，有任何的委屈只管告诉我就行。明天我就打算回家里告诉我家人你的存在。佳阳，我爱你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刚才车吵了一下。哎呀，你再说一遍吧。哎。我要是没听错的话，你刚才说的是程家阳，我爱你是吗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骗人！你在骗我！你骗人是小狗啊！我决定了。那你挑吧。 2个我都要。你长大了。婚姻和感情不是一码事。
懂得这点，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总得抓住点什么吧。你记住了，情场和生意场上获胜的秘诀都是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呀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？随时啊，你也可以先去旅行啊。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需要你做。那就先从甩包袱开始吧。医院的项目不会再投了，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我们干不起了，还有海外的矿业，都不是我们熟知的领域。就算是赔钱，我也打算把它卖掉。你可要想好了，如果现在追加投资还有可能翻身，卖了那就很难东山再起了。您熟知的是进出口，我熟知的是吃喝玩乐。你又选了周南，嫁给他，我也学到不少。现在国内红酒热，瑞士10欧以下的红酒进入国内超市就能卖200以上。我打算把矿卖掉，去瑞士收购一些小酒庄。好，放手去干吧啊！他的手在发抖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先别急，再看看。赵医生，有位文小姐找你。主任，这种手术你做不到。没数过。Je peux essayer. Je me spécialise dans ce domaine. Je fais des milliers d'opérations sur les animaux vivants en laboratoire. 你行吗？赵主任，截至目前您跟我说的都没有任何能打动我的突破性进展。我们也请了一些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重新的评估。这些专业的东西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解释清楚的。我们这种商人归根结底是逐利的，对追逐利益的人来说，吸引眼球的东西才是最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用一句话让外行人觉得就是厉害的。我没有办法像写广告词一样的去搞研究。不需要啊，我并没有否认您的成绩，只不过我恰好喜欢过一个医生，看过一些相关的东西，所以说失败并不总是坏事儿。我失恋了，但我学会了一些医学知识。您失去投资，但是去学了一些推销手段。刚才怎么回事呀？太新鲜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怀疑他是太长时间没做过手术，没手感。他的手一拿起手术刀就抖，真可惜啊！这命悬一线。手术非常成功。写的什么呀？他说，我已经完全具备了操作这个手术的能力。好啊。决定就是这样，除非有更有利的进展，否则我们不会再追加投资。投我的项目。不必了。之前我们忙于扩展，涉及了太多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，才导致现在这样。我不会再冒险了。光我们医院一年就要做300多例的脑部手术，您不想想，全国有多大的市场？我不会再冒风险做我没有把握的事情。如果国内不生产，全器材从国外进口，成本翻倍，很多人做不起这种手术了。佳敏，我劝你也别太执着了。我大概知道你当年是因为一个女孩才改的专业，我们都事过境迁了，你怎么还揪着当年往事不放呢？你不是因为结了婚才不投这个项目？为什么会是因为结婚呢？你爸投这个项目是因为我，
你现在结婚了，自然没必要给钱。佳明，我当初为你付出的时候，你拼命想摆脱我，现在我自己创业要做这个，你怎么还强强附会，自己往上贴呢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独立了？是谁改变的？周南，他没有这么大影响。不会是因为程家阳吧？你以为他会等你？哎呀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以为你是黄雀，其实你是蝉。记住这个笑话，下半年你就指着他活着。我没有因为任何人，我就是自己突然想明白，我应该做点事儿。你也被耍了。你知道之前我喜欢那个女孩叫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没兴趣。叫乔飞，耳熟吗？现在是程家阳的女朋友。怎么不进去啊？等你，我来了，走吧。哎，给你提个醒，别跟你爸提乔飞，别把他带进家，别给自己找事儿。你是在替乔飞考虑吧？不用你操心，我有我的安排。进去吧。你手术的事我知道了，很好，谢谢。再接再厉，你要争气。一定。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这3句话以上居然没吵起来，还其乐融融的。今天挑事的任务不在我头上。佳明，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？你那手怎么样了？我有事情要宣布。等等，背着。倒水去。爸，妈，我谈恋爱了。哦，谈恋爱了，好啊。那个对象是干什么的？法语翻译。法文翻译。他叫乔飞。乔飞？乔飞是吧？这个女孩品行有问题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她的品行怎么有问题？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哎，这怎么了？就不同意了？那女孩子可能很好啊。好什么呀？她之前是佳明的女朋友，现在成了佳阳的女朋友，你听懂没有？你明白没？嗯。哎呀，这个嘛，是得慎重考虑。女孩子的作风问题啊，是关键。爸妈，你们听我说，首先，我和乔飞好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他和我哥有过感情。其次，他和我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他们分开都已经有8年了，所以我根本不认为这是问题。哎呀，这事儿我觉得啊，只要你们3个人都说开了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我持中立态度，我不是老封建。这不是老封建的问题，这个女孩就是在利用我的2个儿子。之前佳明就是为了她，把好好的专业给放弃了，哎，非转换了专业。现在呢，他又冲着佳阳去了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要进高翻院吗？不就是冲着你的大名吗？这个女孩子是哪儿的？高翻院，是佳阳的实习生，刚转正。对。胡闹！
你怎么能跟自己的实习生搞在一起了？我怎么就不能跟我自己的实习生谈恋爱呢？我正因为是程思远的儿子，我在工作上不能出错。难道因为我是陈思远的儿子，所有跟我谈恋爱的人，我都要问问他是不是因为是我爸吗？你可以不问，可以呀，你可以向他学习，你可以不认我。徐小七，你好好跟他说，别急。你一急，他就光跟你生气了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佳阳啊，不是不让你恋爱，你恋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但是你找谁，也不能找实习生。你干到现在这个位置，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你这么年轻，不能落到这个利用职务之便搞男女关系的名上。再说了，你们这个位置啊，存在着利益关系。你可以保证不向他输送利益，可别人会这么想吗？爸，我会很谨慎地处理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，我就放弃我爱的人了。那你为对方着想了吗？啊，打从他进来就顶上一个是程家阳女朋友的名字，就是他干出再多的成绩，别人也会联想到你。我们顾不了这么多，我顶着您的名字，不也走到今天了？那不一样，我是你爹，你背着我这个包袱走得再远，你不能恨我。可他呢？如果你们分手呢，还要不要在一起共事啊？在一起怎么共事？要么你辞职，要么他换工作。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我是不会放弃，必须放弃。凡事都要以工作为重。那是你的决定，不是我的决定。为什么全家人都要听你来做决定呢？我妈因为你辞职，我哥因为你改了志愿。我从小到大活着的意义就是不要给你抹黑。您是太阳，我们所有人都要围着您转，您可以发光发亮，我们必须待在黑暗里吗？哈哈，看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，只是我最先说出来而已。好，要话语权，是吧？好，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办，都给我滚！干嘛呀，老陈？发这么大火干嘛？有事咱们慢慢商量。佳阳，你不对啊，你这态度，赶快道歉，给你爸道歉。佳阳，你不要叫他。我和他不一样，我下个星期还来哟。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往后，你不要再管他。能不管吗？自己的孩子，别生这么大的气，慢慢做思想工作。我必须给他给做回来了。喂，吃完饭了吗？对，我刚回家。怎么样？你妈会不会因为我跟佳明的事情很介意？哦，没有，我妈已经想通了，而且她还说挺喜欢你的。过段时间，我爸我妈会请你到家里做客。真的吗？真的这样说的？不过这段时间我妈比较忙，可能得过段时间了。啊，好啊，没问题。我有点累，早点休息吧，咱们明天高分院见。那明天见，你早点休息，拜拜。拜拜。我知道你不会开门，听着就行了。程家阳为了你跟家里闹翻了啊！不可能，佳阳说了会尽快安排见面。你心里知道我说的是真的，不然你也不会开门。等着吧，这个见面会一直拖下去。肯定是因为我跟你的事儿，对吗？
这就是我最高兴的，还真不是因为这事儿。那是不是你跟家里说我拿了你的钱？我在你心中就是做这种苟且之事的人吗？天地良心，我还劝了程家阳先不要跟家里说你俩的事儿。我为他好，那个桑晓生他不信我呢，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家里的疾风骤雨。那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呢？为了他的前途呗。你想想，跟自己的实习生谈恋爱，多么不光彩的事儿。不过你没关系，反正只要他能挣钱就行了。高佳明，你侮辱别人就是侮辱你自己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拿你的钱，你的钱我已经还给你妈妈了。好，我错了啊，钱不重要。你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还爱你，乔飞。乔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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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乔飞。小飞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刚才晕倒了，你没有印象吗？头晕不晕？眼花不花？恶不恶心？还有哪儿不舒服吗？我晕倒了，没事，可能就是我以前查出来过贫血。我应该没大事的，你别这么紧张。身体的事情可大可小，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吧。我都说了我是贫血，我没事的，我吃点补血的药就好了。而且我应该是今天太忙了，还没吃晚饭呢，所以就晕倒了。没吃晚上饭怎么行啊？这都几点了？走，我带你出去吃去。不用了，冰箱里还有泡面呢。你有事你就去忙吧，你别管我了。光吃泡面怎么行啊？真的没事，走吧。好吧，那你当心点啊。家里有红糖吗？你给自己冲杯糖水吧。如果再发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去医院检查。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那我走了。